梁山108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一技之长，里面至少有10个滥竽充数的无用之辈。这10个人不仅能力低微，而且在梁山上也没有任何建树，甚至有的连台词都没有，宛如一个废柴。本期视频我们就来盘点一下梁山108将中那些用来凑数的人。第10，显道神玉宝四。此人原是青州强盗，因为个子长得比较高，在梁山主要负责扛中军帅自旗。要说扛旗这一职务，随便找一个普通喽啰也能胜任，可见玉宝四就是用来凑数的。除了长得人高马大以外，其余一无是处。宋江攻打东平府时，玉宝四和王定六商量着去劝降双枪将董平，结果双双被董平打出门外，可谓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第9，火闪婆王定六。王定六与玉宝四一样，都属于在梁山上没有什么作为的人物，甚至直到战死都没有立下过什么有价值的功劳。征方腊时，王定六是被乱箭射死，玉宝四则是被敌将杜威用飞刀杀死，结局都非常的潦草。第8，石将军石勇。石勇绝对算得上是水浒里一个浑水摸鱼的高手，他武艺稀松，本事平平，平日只靠放赌为生，但后来只因给宋江捎来了一封家书，便在梁山混得了一席之地。而在上了梁山后，石勇真的就成混吃等死了，不是负责看酒店，就是在打仗时期做跟班。征方腊时，他被方腊的尚书王莹一枪刺死。第7，金眼彪施恩。施恩属于水浒里一个半透明的人物，前期还有些戏份，与武松称兄道弟，但是后期就基本没有什么存在感了。梁山大排名后，书中再也没有特别提到过他，直到征方腊时，作者一笔带过，说他在随水军打常熟的战斗中溺水而亡。第6，蔡元子张青。张青与施恩一样，也是一个半透明的梁山好汉，没上梁山前还能有些出场机会，上了梁山后就完全废了，直到最终死于乱战之中。其实从蔡元子这一绰号就能看出，他是一个没有什么本事的人，论知名度还不如他的妻子孙二娘。第5，九尾龟陶宗旺。相比于前面几位，陶宗旺在梁山还算是有些作用，大聚义时他的职务是负责监修山寨成员，然而在全书中他都没有被作者安排一句台词，书中只是提到他是黄门山的4大王，上黄门山之前是老庄稼户出身，后因倾慕宋江便到梁山入伙。这番描写相比他人来说实在是粗略，即使结局也是如此。征方腊时，陶宗旺是最先阵亡的第一批人，可笑的是宋江当时并不知道，只是在最后清点名单的时候才发现自己100单8位兄弟又少了一个人，可见这又是一个为了凑够梁山108将的人物。第4，小遮拦穆春。穆春是没遮拦穆弘的弟弟，兄弟俩因为是带资入股，便在后来成功挤进了梁山108将席列。但要论真本事，这弟兄俩其实是半斤八两。梁山大聚义时，穆弘担任的职务是梁山马军8票骑之一，可是我们都知道他是最没有存在感的8票骑，战绩少得简直可怜。而弟弟穆春担任的是步军将校，但他这个部将却是个战五渣，就连街头卖艺的薛勇都能把他轻松放翻。再看他的绰号小遮拦，其实就是出自哥哥的绰号没遮拦，一看就是为了拼凑72弟煞星而杜撰出来的绰号。第3和第2，摸着天杜迁，云里金刚宋万。杜迁和宋万是梁山的开山元老，二人在王伦执掌梁山时便是梁山头领，然而他们除了个头高资历深以外再无其他的亮点，属于那种要本事没本事，要气节没有气节的庸才。当初林冲火并王伦时，二人连声都不敢吭一下，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大哥被杀。后来梁山进行大排名，宋万被排在了82，杜迁的排名是83，眼看自己的排名被扔在了80名开外，二人更是连屁都不敢放一下，只能乖乖的服从。也许对于他们来说，谁当梁山老大都无所谓，有他们一口饭吃就行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征方腊中，宋万是第一个战死的梁山好汉，而他的搭档杜迁则是最后一个战死的。第1，铁扇子宋清。宋清绝对是梁山最大的混子，整本小说中他一无贡献，二无谏言，也没有见过他上阵杀敌，但却能堂而皇之的在梁山占据一个76的排名，靠的是什么呢？当然是靠的他的好大哥宋江。梁山大聚义时，宋江安排他掌管排设筵席之事，相当于现在的后勤部部长。这一职务最大的好处就是不用上战场打仗。平定方腊后，梁山108将死伤过半，而宋清则得以幸存，并成为回京受封的偏将之一，被封为武一郎。可是纵观他的事迹和生平，就宛如一把不能扇风的铁扇子，既没有一技之长，也没有什么名声和建树，完全靠着宋江的关系才能在108将中占一个位置。所以宋清才是梁山108将中最大的庸才，你们怎么看呢？